通玄守柔，归无成愿。道德经57到64章的修愿实践智慧。引言：道德经作为中华文明5000载智慧的结晶，其第57章至第64章以凝练而深邃的哲思，道破宇宙运行的根本规律与人生处世的至高大道。当我们将这些跨越时空的古老智慧与修愿这一深植于东方修行传统的理念相融，便能从中汲取照亮生命实践的璀璨光芒。所谓修愿，绝非世俗意义上对欲望的追逐，而是以澄澈愿心为指引，在顺应自然法则、持守本真心性的过程中，实现生命境界的升华。通玄、守柔、归元、无形、无为这5大核心要义，既是道德经哲学体系的精髓所在，更是修愿实践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路径。1. 无为而治，通玄之愿行。老子在第57章中提出，以政治国，以其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一论述深刻阐释了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推而广之，个人的愿行实践同样应当遵循这一法则。真正的愿行，绝非违背规律的强行妄为，而应如春风化雨般，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自然浸润，就像江河奔流入海，无需刻意用力，只是顺应地势的引导。愿力的实现，也需要我们放下心中的执念，在遵循自然规律的过程中，静待花开结果。在日常生活里，人们常常陷入有为的迷局，急于求成的心态，往往导致行动的盲目，不仅耗费大量精力，更可能使我们偏离最初的愿心。比如，在追求事业目标时，过度焦虑，频繁折腾，反而让自己身心俱疲，距离目标越来越远。而以无为之心践行愿力，要求我们保持内心的宁静与澄明，学会倾听内在的声音，在恰当的时机采取恰到好处的行动。这种无为，实则是超越世俗认知的更高层次的有为，是智慧与定力交融的体现。愿我以无为之心行愿，不被执念束缚，如流水般随道而行，让愿力在自然流淌中悄然成就。2. 祸福相依，守柔之愿心。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58章的这一辩证思想，精准揭示了世间万物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本质。对于修愿者而言，这是一则意义深远的人生箴言。在愿行的漫长道路上，顺境与逆境如影随形。处于顺境时，需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可被一时的成功冲昏了心智；遭遇逆境时，则要心怀希望，将挫折视为成长与蜕变的契机。守柔并非软弱怯懦，而是一种能够包容万物的大智慧。当我们以柔软的心性面对生活，便能以更开阔的胸襟接纳生命中的种种变化。水看似柔弱，却能包容万物，滋养万物，遇方则方，遇圆则圆，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与包容性。在愿修的过程中，保持柔心，意味着不抗拒，不执着，以平和从容的心态面对得失荣辱。在世事的变化中坚守愿心，在人生的起伏中不断成长。愿我柔心包容，顺应祸福之变，无论顺境逆境，皆能护持愿心，安住当下。3. 持盈守中，归元之愿机。第59章强调，治人是天，莫若色。夫为色，是谓早福。早福谓之重积德，倡导持盈守中的处世哲学。这一理念在愿修实践中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就如同器皿装水，若过于满溢，便会倾泻而出。愿行也需要把握分寸，避免贪多求全，急于求成。过度的欲望与急切的心态，往往会打破愿行的平衡，甚至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持盈守中要求我们在愿行过程中保持适度与节制，不盲目追求数量与速度，而是注重质量与内涵的积累。通过持续不断的积累德行，为愿力的生长奠定坚实的基础。德行的积累恰似培育树苗，需要日复一日的耐心浇灌与悉心呵护。只有根基稳固，愿力之树才能茁壮成长，最终绽放出绚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愿我持盈守中，借盈守愿，以德行滋养愿力，让愿行之路稳健长远。4. 烹仙之欲，细微之愿修，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在第60章中的这一精妙比喻，同样适用于愿修实践。愿行的实现，并非总是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更多时候
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用心耕耘，每一个善念的萌发，每一次善行的实施，都是滋养愿心成长的珍贵养分。正如烹饪小鱼，火候的掌控，调味的斟酌，都需恰到好处，才能成就一道美味佳肴。愿修也需要我们以精微细致的态度，用心对待每一个细节，在点滴之中不断积累。在日常生活中，随手捡起地上的垃圾，给他人一个温暖的微笑，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是愿行的具体体现。当我们以柔顺精微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愿力便会如同春雨般，在无声无息中滋养生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华丽飞跃。愿我以细微之行修愿，不轻视每一个善念，让愿力在点滴积累中蓬勃生长。5. 大国下流，柔融之愿境。第61章将大国比作江河的下游，意在强调包容万物的智慧。愿心亦当如此，真正强大的愿心，并非依靠刚硬的对抗，而是源于柔和的包容。在愿修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与愿心相悖的人事物，而这些恰恰是修炼包容心的绝佳契机。包容意味着放下内心的偏见与执着，以开放接纳的心态面对差异。当我们学会包容，愿心的格局便会不断拓展，其影响力也会日益深远。就像大海因接纳百川而成就浩瀚，愿心因包容万物而汇聚强大的力量，从而实现更为宏大的愿景。愿我愿心常柔，广容万物，以包容之心成就广阔愿境。6. 道为万物奥，归元之愿止。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宝。第62章点明了道作为万物根源的本质。对于修愿者来说，愿行的终极目标便是回归道的本源，守住内心最纯粹、最本真的愿心。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外界的诱惑与杂念如潮水般涌来，极易遮蔽我们的愿心。因此，时常反观内心，保持初心，便显得尤为重要。归奥守一，要求我们在愿行过程中，始终保持内心的宁静与纯粹，通过冥想、反思等方式，不断净化心灵，让愿心与道融为一体。当愿行与道同频共振，我们便能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实现生命的圆满与升华。愿我归奥守一，回归愿心本源，让愿行与道合一，成就生命圆满。7. 为无为，自在之愿境。第63章倡导的为无为是无事，为无畏代表着愿修的更高境界。在愿行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陷入对结果的执着，而这种执着往往成为前行路上的阻碍。为无为意味着放下对结果的执念，以自在超然的心态践行愿心。当我们不再纠结于得失成败，愿力便能摆脱束缚，自由流动，从而发挥出更大的能量。就像行云流水，无所执着，却能滋养万物，润泽大地。在无为的境界中，愿行看似无所作为，实则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愿我无执无碍，以自在之心行愿，让愿力自由流淌，开启无限可能。8. 图难于易，微愿之成道。第64章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判，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智慧，为愿修指明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宏大的愿心往往始于微小的善念，每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一次微不足道的行动，都是构建愿心大厦的基石。就像一粒小小的种子，看似渺小，却蕴含着长成参天大树的无限力量。在愿修过程中，我们应当珍惜每一个微小的善念，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当下的每一刻做起。通过持之以恒的积累与坚持，这些微小的愿力终将汇聚成强大的洪流，助力我们实现宏大的愿景，成就生命的升华。愿我从微愿起行，步步轻愿，以点滴积累成就大道。结语：道德经第57章至第64章所蕴含的智慧，为我们的愿修实践提供了深刻而宝贵的启示。通玄、守柔、归元、无形、无为这些古老的哲学理念，不仅承载着东方文明的智慧结晶，更是指引我们在现代生活中修愿实践的明灯。当我们将这些智慧融入生活，以无为之心行愿，以柔心包容万物，在细微之处积累，在持守中成长，便能实现愿心与大道的合一，让生命绽放出最璀璨的光芒。
愿我通玄守柔，归无成愿，愿心愿行，与道同光。愿我通玄守柔，归无成愿，愿心愿行，与道同光。